go, make my body go, take our bodies higher and higher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马克，欢迎到吴马克爱运动。那今天呢，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打网球，而是要跟你分享关于澳网的资讯。这是踏着梦想前进的旅程。走，我们去墨尔本。澳网是4大满贯中最年轻的赛事，目前呢，它有108年的历史。刚从澳网回来的我，听到去温网的时候是需要自备帐篷的，那你还要彻夜排队才可以购票，所以澳网会是你一个喜欢网球运动的你观看比赛的第一个首选。澳网比赛期间都安排在1月的第3周，所以在时间上的安排比较好规划。比赛门票通常都会在前一年的10月到11月这段时间开始购票。网站上面呢，你只要输入 email， 他们都会通知你。要看比赛之前，要知道澳网有几个主要的球场。第一个是 Rod Laver， 第二个是 Margaret Court， 然后还有 Melbourne， 还有1573。其中 Rod Laver 跟 Margaret 他们是完全售票，只有 Melbourne 的球场它是分一半售票，然后一半给 Ground Pass 的人入场。那1573球场呢，它就是你只要排队入场，里面有座位就可以。门票呢分为 Ground Pass 主要球场的门票，还有几日票，但是它的几日票是不可以跨过周末的。门票的部分呢，它有分为日场跟晚场。那日场的时间就是在早上的11点到下午5点这个时间。那晚场呢，就是在5点之后。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买 Ground Pass 的日场，因为你超过5点之后，他们是不会把你赶出去的。门票的部分呢，他们有分为纸本、PDF 档，或者是你用 App。我们要学习爱护这个地球。这一次呢，我主要都是以电子档为主。除了我第一天的门票出了一点状况，是因为我在填写买票的过程中，它有分为澳洲地区跟全世界，那我没有选好，就选到澳洲地区。所以途中我就是透过 email 跟他们的客服人员联络，他们去帮我改为 PDF 档。因为要做记录啊，所以把 PDF 档的门票换成纸本。然后想要做纪念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去澳网现场。他们 App 里面有分票的功能，所以您可以只要一个朋友去购买，然后再透过名字信箱去分票，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门票主要以 Ground Pass 为主，再升级中央球场。我因为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把比赛锁定在第3轮跟第4轮的赛事。但是在这边呢，如果你想打安全牌的话，我会非常非常建议你在第1轮或者是第2轮的赛事去观看，因为有些比赛啊，你在外围球场啊也可以看到选手。其中呢，主要的3大球场一天能够安排的赛事大概是6场，不管是你种子序高的或者是地主选手，你可能不会被安排在主要的球场。其中啊，在球场的第19跟23会是一些大咖选手热身练习的主要球场。在他们澳网的 App 里面呢，你可以知道他们练习的时间，然后场次，你只要在前一天先做好功课就好。可是他们可能会因为选手的状态去做调整，也会遇到那种选手啊过于疲惫，所以就改变了他练球的地方。我在这边呢，还要跟你们特别介绍，在联邦广场还有提供一些躺椅让人家观看比赛啊，或者是你可以在那边席地而坐。如果你是没有买到票的朋友，那你可以买一些东西到那边观看比赛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而且在那附近呢，都有一些运动宝。再来，我要跟你介绍关于交通的部分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省了不少的钱，主要是因为这次我去澳洲主要的时间，我几乎都泡在网球场里面。那你如果跟我一样的话，就不需要去买那种几日的票券，因为在澳网期间呢，他们会有配合的地铁。那就是75跟75A， 他们会直接把你载到 Rod Laver 的附近，那走路进去就好了。他们的地铁在一个框框内都是可以免费搭乘的。像我都是买在晚场的话，你早上可以稍微去墨尔本附近稍微晃了一下。天气的部分呢，我这次运气非常非常的好，没有遇到非常炎热的天气，但是我还是有准备雨衣、雨伞、电风扇。但是没有一个用到。如果天气太过于炎热，你没有准备到防晒，在澳网的现场啊，他们都有提供免费的防晒。进去场内啊，每个人只能带1个包包，那他们都会在门口做检查。
大家一定会对于饮食方面会有很多的问题，不管是啤酒、汉堡，然后炸鱼薯条，或者是热狗啊、蛇啊，那里面有不少的餐车，或者是卖饮料的地方。那甚至他们也有装水的地方，你只要带一个空瓶进去就好。餐点的费用大概都是落在12块澳币到25块澳币这个区间，那大概跟你在墨尔本吃饭的费用是差不多的。我还是比较强烈建议你在场外先买好带进去，因为其实保鲜盒带着很方便。关于澳网周边的商品琳琅满目，大致上有带回来就是衣服啊、毛巾。然后还有水壶，倒是它的那个水壶啊，非常非常吸引我。对于我这个非常喜欢打网球的人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功能。就是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买到的是不是那种3连式的钢瓶？那它的这个很特别，是它这边有一个按钮是可以喷雾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，太热啊，可以靠一点点水降温，然后它还可以喝水。那买了周边商品，你一定会想说关于退税的问题。在澳网的现场，他们发票的号码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只要在他们现场买超过300块澳币，就是可以退税。退税方面呢，就是到机场，你要把你想要退税的商品拿到出境后的一个柜台里面去给他看，然后他就会退税给你。那比较细节的部分，你到那边就可以做一点功课，只是你不要像我一样直接把那些东西托运，因为在楼下1楼问的时候有点被误解了，后来才发现是要带进去的，我以为只要发票给他看就好。梦想因为行动了而美丽，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啊，都是我很大的养分。那如果你认识我的话，你就知道我爱谁，就是费德勒。提到这次澳网，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费德勒对上 John Millman 的那场比赛，真的是没有这么煎熬的状态。那天的晚上，我是安排在菲利普岛看企鹅。我在回来路上啊，就期待说，后天我的赛事我可以看到费德勒现场的比赛。我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情绪的上下波动的很夸张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比赛非常非常的僵持，在第5盘的时候打到了 Super Tie Break， 你也知道那时候晚上大概是1、2点，我真的是看到差一点就要哭，拜托你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就是飞来澳洲要看你比赛，请给我奇迹。然后我就把手机直接盖着。因为这一次啊，我住宿的地方离球场非常非常的近，所以可以很快的接收到那边传来的欢呼声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为什么费德勒可以像神一般的存在，就是因为他能够在比赛的期间呢，改变节奏，整个局势就会被他带着走。在他对 John Millman 这场比赛呢，最后他是以10比8惊险的险胜，这就是运动的魅力。你不是在最后一刻，你都不知道比赛结果会是如何。赶紧约自己的好朋友去现场看比赛吧，因为在现场看比赛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那种振臂欢呼的那种感觉，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真的是可能想要忘都忘不了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导致许多比赛都因此延期或者是停办，所以要从你我开始遏制疫情的扩散。YouTube 它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让我们一起宅在家，特别帮大家整理关于澳网的资讯，所以就让你们可以 stay home and sport with me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请别吝啬的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